成婚5年，谢清燕第10次和她的师妹宋婉比试医术，只为给我赢得一剂真药。只可惜这一次，她还是输了。消息传出来后，全长安城都等着看我去太医署大闹一场。毕竟我6岁就敢顶撞公主，8岁把父亲的小妾踹进冰湖，自5年前得了怪病后，这太医署更是砸了不知多少次。可半月过去，谢府内外却始终一片死寂。这次我没有再哭闹不休，一日3次的派人去太医署催谢清燕回府，也没再因为她和宋婉日日待在一起而赌气绝食。我只是坐在窗前，整日的绣着花，或是对着廊前的春雨出神。这日雨后初霁，谢清燕终于从太医署赶回来，她一袭月白色长袍，龙章凤姿，面如冠玉，站在不远处似一株青松。陆眠，这次比试宋婉出了奇招，下次我好好准备，定能把那瓶真药赢回来，不让你再受病痛折磨。我只是垂头嗅着那几点红梅，没说话。其实没这个必要了，因为我马上就要死了。谢清燕眸光凝在我平静淡漠的脸上，微不可察的蹙了下眉。宋婉并非故意为难你，只是她自己也需要玲珑真药治病。好在她心地善良，虽不能让你用药，但她会与我合力帮你诊治。话音刚落，正在一侧奉茶的贴身婢女听云脸色瞬间煞白，她摔了茶盏，直跪在地上。大人，求您放过夫人吧。每次宋婉姑娘给夫人诊治后，夫人都会吐血不断，生不如死啊。听云，我打断了她的话，莫要胡说。我放下手中的针线，在谢清燕已经沉下的神色中掀起衣裙行礼。夫君恕罪，宋婉姑娘的医术绝佳，是妾身自己身子不争气。谢清燕垂眸，我今日没穿那些灵动俏丽的衣裙，而是一身素衣，发间紧插着零星几根银簪，更映得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她连忙将我从地上扶起。你还病着，别动不动就跪在地上，手怎么这么凉？连日大雨，许是风吹着了。我笑容很淡，脸色白得几乎透明。大人，门外小厮空传，宋婉姑娘说太医署来了个棘手的病人，请您过去瞧瞧。夫君快去吧。他没动，只是皱眉。你不拦我了？我讶异抬眸，为何要拦？夫君悬壶济世，医者仁心，宋姑娘更是女中英才，妾身只恨自己帮不上忙。此前种种阻挠夫君，如今想来实在不妥。内室一时陷入一片寂静。谢清燕拧着眉，这还是那个一听到宋婉的名字就哭闹不休的我吗？良久，她塞着嗓音嗯了一声。我与宋婉只是同僚，你能如此想便好。她走后，我猛地喷出一口鲜血。夫人，听云大惊失色，连忙搀扶住我摇摇欲坠的身子。您刚刚为什么不告诉谢大人？您的身子已经成了这样。我擦了擦嘴角的血。听云，我不治了，我要回家。国公府。可是老爷和夫人已经去世，您嫁给了谢大人，这里就是您的家啊。我看着远处那连绵的山峦，暮色夕阳映在我脸上，刺眼的几乎让人落泪。这里不是我的家，甚至也不是我的时代。我来自1000年之后，7年前我穿越而来，只为救谢清燕。史书上说她会被小师妹宋婉背叛惨死，我动了恻隐之心。我陪她上山采药，涉水寻芳，熬过瘟疫，躲过灾厄。她握着我的手，说我们成婚吧的时候，我以为命运已被改写。可成婚没多久，我就得了一场怪病，系统说这是天道反噬。若谢清燕能在5年内治好我，我就能活到宋婉背叛她的那一天，亲手阻止那场悲剧。太医署有一种玲珑真药，每半年比试一次，胜者可得。她第1次输了，第2次输了，第3次、第4次，整整9次。第10次比试那天，我悄悄去了太医署。我躲在门后，看见他把黄芪写成了马钱子，那是连5岁孩童都不会认错的药材。然后我听见他对宋婉说：“阿婉，用了9服玲珑真药，你的身子如今好些了吧？”是，还得多谢师兄，每次都帮我把其他人赢过，再赌输给我，我才能连续9次赢得真药。但嫂嫂的病，她自小陪我在外治病救人，风吹日晒的，身子骨比你康健，再多等半年也无妨。那一刻，我倚着门框笑了，笑得眼泪大颗大颗的落下来。原来他是故意输的，原来那未能救我的药，他一剂一剂都给了宋婉。系统急切地说：“宿主，宋婉根本没病，她还在给你治病的药里偷偷加大了剂量，那是慢性毒药，7日之后你会暴毙而亡。这是你救谢清燕最后的机会了。”我看着不远处那对亲密的身影，轻轻摇了摇头：“我不想救她了。”那之后，我回到谢府，再也没有哭闹过。我坐在窗前，整日的绣着花，或是对着廊前的春雨出神。全长安城都等着看我去太医署大闹一场。毕竟我6岁就敢顶撞公主，8岁把父亲的小妾踹进冰湖。自5年前得了怪病后，这太医署更是砸了不知多少次。可半月过去，谢府内外却始终一片死寂。
我没有再一日3次的派人去催谢清燕回府，也没有再因为她和宋婉日日待在一起而赌气绝食。我只是静静的等着。这日雨后初霁，谢清燕终于从太医署赶回来。她一袭月白色长袍，龙章凤姿，面如冠玉，站在不远处似一株青松。陆眠，这次比试宋婉出了奇招，下次我好好准备，定能把那瓶真药赢回来，不让你再受病痛折磨。我只是垂头嗅着那几点红梅，没说话。其实没这个必要了，因为我马上就要死了。谢清燕蹙眉，宋婉并非故意为难你，只是她自己也需要玲珑真药治病。好在她心地善良，虽不能让你用药，但她会与我合力帮你诊治。话音刚落，青云脸色煞白，摔了茶盏，直直跪在地上。大人，求您放过夫人吧。每次宋婉姑娘给夫人诊治后，夫人都会吐血不断，生不如死啊！不想救了。系统的电子音几乎变了调。宿主，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10年殚精竭虑，5年怪病缠身，你为了救谢清燕，10几年从来没睡过一个好觉。现在你说，所以我累了。我的嗓音很淡，转瞬就飘散在春风中。既然他一定要爱宋婉，那我放手。回到谢府中，我将这些年他送的首饰衣衫尽数装起来，送到了典当行。听云惊愕，夫人，这些不是您的心头宝吗？我一身素衣，正借着烛火看书。不想要了。我本就不喜绚丽，是谢清燕说喜欢俏皮灵动的女子，便着意送了我许多。现如今我快死了，更懒得穿。当天晚上，谢清燕待在太医署彻夜不归，我无动于衷。隔日宋婉在城外义诊时，晕在谢清燕怀里，传得满城风雨，我也充耳不闻。甚至那怪病越来越重，日夜咳血，系统不断提示我生命值飞速下降。我还有几天可活？系统沉默了一会儿，最多5天。话音刚落，院内便传来一阵喧嚣。谢清燕去而复返，身边跟着背着药篓蹦蹦跳跳的宋婉，但看到我的一刹那，她瑟缩了一下，怯生生地躲在谢清燕的身后。师兄，我怕。屋内骤然一静，下人们屏气凝神，生怕我又发作起来。就连谢清燕也皱起了眉头，下意识伸手护住宋婉。可我依旧只是坐在窗边，嗅着那几朵红梅，连头也没抬。她看着我恬静的侧脸，有些意外。师兄，你发什么愣？宋婉又探出脑袋，快把玲珑真药给嫂嫂服下呀！谢清燕如梦初醒，从背篓里拿出一个精美小巧的盒子，她语调欣喜。陆眠，阿婉说她身子好的差不多了，可以把这次比试赢得的玲珑真药让给你吃。我终于抬起头，目光轻轻落在那盒子上，有毒。系统的电子音突兀的响起，我眼睫一颤。谢清燕打开盒子，亲手将那颗小小的黑色药丸递到我嘴边，轻声道：陆眠，吃了这药，你便会好起来了。一股药材的幽香扑鼻而来，只是其中还夹杂着几缕若有若无的意味。我在心里轻声问：若我吃了，会立刻毒发身亡吗？不会，但会加快你暴毙而亡的速度，5日变3日，且在此期间脉象和正常人无异。见我发愣，谢清燕便又将那药丸向前递了递。陆眠，怎么了？嫂嫂可是不信我？哪会，阿婉，你别多想。她看向我的眼神不由得带上了些催促。我看着她清润如玉的面容，露出一个笑。我张嘴将那药丸吞进口中，早点回家也好。一股又酸又苦的味道在唇齿间弥散开来，我没有再嚼，囫囵着咽下去。下一秒又被呛得撕心裂肺的咳嗽起来。谢清燕急忙起身倒了杯水，快喝口水润润。我接过往嘴里猛灌了一大口，勉强压下那翻涌而上的血气。我眼角发红，泪珠被他拿手轻轻拭去。吃得这么心急作甚？宋婉既说让给你，便不会反悔。我早说了，她是个极好的女子。陆眠，你偏不信，还处处针对她。我抬头看宋婉，勾起一抹笑。是以后不会了。以后谢清燕想相信谁，想和谁亲近，我都不会再管，她爱怎样就怎样。谢清燕闻言，眉眼浮上一层月色。宋婉帮了你我这么大一个忙，我们该感谢她一番。师兄，不如把嫂嫂床头的这对木雕送我吧，我瞧着新奇，心里喜欢。谢清燕缓缓皱起了眉，那对木雕是她4年前送我的生辰礼物，我喜爱非常，谁都不让碰。阿婉，这个不行，不然你换。好，我淡淡打断她。谢清燕愕然地转头看我，以前宋婉踏进谢府一步，我都又急又气，现在这是怎么了？她看着我平静的样子，忽然有些喘不上气。夫君自便吧，我累了。谢清燕被宋婉拉走，我静静看着那2道背影，咳了几声，帕子上多了一团触目惊心的黑血。夫人，你中毒了。听云惊呼一声，转头就要去叫谢清燕。站住，不许去。我将手帕随意丢进旁边的炭盆里。听云急得直跺脚。那药丸有毒。我了一声，确实有毒。但凡谢清燕拿起来查验一下就能发现，可她没有。她真的很相信宋婉。入夜，我忍着全身针扎般的刺痛，好不容易酝酿出了一丝睡意，
砰！一声巨响，风雨倒灌进来。谢青燕将我一把从床上扯下来，嗓音又急又怒：“江路眠，你为什么要在那木雕机关里藏刀片？你知不知道，宋婉被活活割掉了一截小指？”我被他重重灌在地上，没忍住又呕出一口黑血。可惜夜太浓，雨太大，谢青燕丝毫没觉察。他看着我咳个不停，更加生气：“你还在这里装什么？宋婉都把真药给你吃了，你如今病好了，却用这样阴毒的法子害她。你知不知道，行医之人最重要的就是那双手？”他赤红着眼睛，用蛮力将我拖进大雨中，带到了太医署。给宋婉跪下道歉。我全身湿透，身子忍不住打着摆子，眼前发晕。我一句话还没说，床上的宋婉便尖叫一声，即刻爬起来朝我磕头：“嫂嫂，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靠近师兄了，您饶了我吧。”谢青燕怒极，连忙将他扶起来。江路眠，你要逼死他吗？我忍无可忍。谢青燕，我逼他什么了？你还说你没有逼他？你一向骄纵善妒，从他进太医署的第一天，你就不喜他，后来更是次次针对，处处阻挠。她不过一个孤女，你怎么这么恶毒阴险？对上那双厌恶至极的眼神，我忽然笑了一声，眼泪和笑声一起落下。是我错了，我何止是错了，简直是大错特错。我不该看到他被宋婉陷害，惨死断头台的结局，就心生恻隐，违背天道来救他。不该在8岁那年，为了救他顶撞公主，免去他被打断左腿的厄运。不该在后来他被父亲的小妾羞辱时，一气之下推了他，自己却被罚跪祠堂。更不该在宋婉出现后屡次出言提醒，最后被他骂一句骄纵善妒、恶毒阴险。江路眠，谢青燕厉喝一声，果真是你做的。他一把握过我的手腕，将我强压着跪在太医署门前。如此行径，我实在姑息不得。今夜你便跪在这里，等着明日一早报官。我在寒凉的大雨中跪了一夜，我咳得厉害，呕出的是血，吐了一地，最终被雨水尽数冲刷掉。屋内，谢青燕看着那道在雨中摇摇欲坠的身影，下意识抿唇，缓缓攥紧了拳。刚刚他是不是说的太过了？可宋婉一句师兄，阿婉手好痛，就又将他那点不忍打消了。江路眠病都好了，跪一跪又何妨？夫人，听云寻过来，急得红了眼眶。谢大人，怎么舍得您跪在这雨中？奴婢去找他求情。我靠在他身上，倦怠的闭上眼。青云，别折腾了，我累得很。2、3个时辰过去了，天都快亮了，他若是想，早就让我起来了。听云的眼泪簌簌地落。您和谢大人新婚那年，淋了雨，发起烧来，他在您床边守了3天3夜，一步也不肯离开，还说以后不会让您淋一滴雨。如今是怎么了呢？我艰难扯出一抹笑。傻姑娘，你还记得？他却早就忘了。天亮后，一众百姓见状围了过来。哎，这不是谢大人的夫人吗？怎么跪在这？听说她起了妒心，害宋大夫没了一根手指。人群顿时骚乱起来。早就听宋大夫说她脾气大，没想到心思这么恶毒。一块坚硬的石头猛地砸到了我头上，紧接着是一些烂菜叶、臭鸡蛋，像雨点一样落在我身上。听云边哭着喊别扔了，我们夫人没做过，边挡在我前面，却也无济于事。一个浑身酒气的男人猛地冲上来，踹开听云，让开，小爷我来教训教训这毒妇人。他淫邪一笑，将我强扯着往无人的小巷去。我用尽全力挣扎，却被他一巴掌狠狠扇在脸上。老实点。他从裤腿拔出一把小刀，恶狠狠道。众人惊得后退一步，没人敢再拦。夫人，小巷中那酒鬼腥臭的鼻息喷洒在我身上，激得我一阵干呕。我拼了命的挣扎，滚开！可这样一副病弱的身子，怎能挣脱？我绝望的闭上眼，砰！一声巨响，酒鬼倒在地上。陆眠，我惊惶的睁开眼睛，被谢青燕一把抱在怀里，如火燃尽。谢青燕在我床前守了1天1夜。陆眠，是我不好。她紧紧握着我的手，眼中的惊惶还未散尽。我不该把你一个人丢在外面。那双手缓缓抽了回去。我没有看他，那双漂亮的杏眼中此刻一片死寂。我撑着起身。谢大人不是要报官吗？走吧。不报了，我已经医好了宋婉，你只要日后不针对他，这事我就当没发生过。我笑了一下。还是报官吧，我没做过那些事。是非对错，衙门自有判断。他看着我，猛地站起身。江陆眠，你有完没完？你想去报官，无非就是早就打点好了府衙，就等着把偷盗财物的罪名按在宋婉头上。我一头雾水，蹙眉。你在说些什么？谢青燕冷笑一声。不是吗？你让听云拿着那些昂贵的首饰藏到了宋婉屋子里，不就是为了诬陷他偷盗吗？不可能，听云绝不可能做这种事。一名小厮拿着包袱进来，里面装的正是昨日我命人送去典当行的那些首饰。宋婉亲眼所见，这都是听云鬼鬼祟祟藏在他屋子里的。我只觉得血气上涌，控制不住的全身颤抖，
钱货两讫，典当行昨日就把银钱付清了，这些首饰只会是宋婉自己买回来的。你把青云叫过来，我有证据证明不是他做的。他来不了了。我心头大骇，几乎失态。谢青燕，你把他怎么了？他冷着脸不说话。我踉跄着冲到后院，只见听云奄奄一息地趴在长凳上，整个背部和臀部被打得血肉模糊不成人形，而那些家丁还在狠狠往他身上打着板子。听云，我用尽全身力气扑上去替他挡，砰的一声闷响，我呕出一口血，和听云满身的血混在一起，分不清是谁的。夫人，听云伸出血手扯我的袖子，奴婢没做过。我知道你没做过。听云，你撑住，我这就找人救你。可现在已经宵禁，我能去哪儿找大夫？我什么也不顾了，转头去拍书房的门。谢青燕，你出来，你救救听云好不好？门紧闭着。15年，我从没求过你什么，我求你救救他，你救救听云吧。我哭得几乎断了气，我后悔了，我真的很后悔，我不该来这里的，我不该嫁给谢青燕的。门开了，谢青燕垂眸看我，眼神软了软。绵绵一个丫鬟而已，我再给你个新的。我急忙摇头，哽咽着去抓她的衣角，月白色染上大片血红。青燕，你救救他，我谁也不要，我只要听云。她烦躁地皱起眉，正要迈步去后院。师兄，宋婉静也在他的书房中。若只是因为被罚的重伤就能抵消罪过，那下次您干脆把我送去衙门挨板子，也不必查清真相了。谢青燕脚步一顿，沉默了几瞬，在我绝望的眼神中，带着宋婉转身回了屋，门又关了。后院忽然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罪奴死了！我浑身一颤，噗的一口血喷出来，眼前一黑，晕了过去。再醒来时，身边已经换了个面生的丫鬟，她扶了扶身。奴婢念婉，是大人指过来贴身伺候夫人的。大人说您伤心过度，这几日要卧床静养。我躺在床上，眼神空洞的盯着床帐上的月影纱。念婉，好名字。宋婉念婉，是谢大人亲自给奴婢起的名字。念婉天真道。我无力的闭上眼，眼泪滑落鬓间。听云呢？宋姑娘说听云是罪奴，叫人用草席卷了扔去乱葬岗了。谢大人也同意了。乱葬岗中，我带着一行人在漫山的尸堆翻找着。我找得急，10根手指磨得鲜血淋漓。听云那丫头不过14岁，怕黑又怕冷，胆子比我还小，被丢在这里，且要哭呢。宋婉忽然出现，笑盈盈挡在我面前。嫂嫂在干什么？我厌恶的皱眉，嗓音如冰。嫂嫂是要找听云那个罪奴。我冷眼看着她。你把他藏到哪去了？江路眠，你不过就是早遇见师兄几年，有什么好得意的？那个贱婢死了也是活该，你还不知道吧？本来他死不了的，是我在他死前给他喂了毒药，百毒穿心，5脏6腑都撕心裂肺的疼啊！给我打！我浑身颤抖，一群膀大腰圆的凶悍一拥而上，将宋婉摁在地上。有钱能使鬼推磨，谢府的人我用不得，那就用府外的人。听云到底在哪？宋婉一开始嘴里还叫嚣个不停，可棍子打在肉上，哪有不疼的？她很快就开始求饶，哭喊着：“我说，在西山后面的土坑里。”我霎时就红了眼。西山后面全是野狼，我顾不上和宋婉再废话一句，撑着破败的身子就往西山去。救出听云后，却被谢府的马车拦住，轿帘掀开，谢青燕怀里抱着红着眼的宋婉，冷声道：“江路眠，你还真是长本事了。”我缓缓抬眼，让开！那双眼睛像一口枯井，没有恨，也没有爱。谢青燕被我的眼神刺痛，更沉了声音：“让开！你屡教不改，先是在木雕上动手脚害阿婉，现在公然带着人对她大打出手。你知不知道，明日她就要去皇后娘娘身边做医女了？你打的是宫中的女官，按本朝律法，应该打入刑部大牢。”宿主，就是现在。明日宋婉入宫后，就会因医术浅薄，不慎害死皇后，然后将罪名嫁祸给谢青燕。谢青燕身后跟着府衙的人，只等她一声令下，就将我抓捕。我疲倦地闭上眼。谢青燕，我说我没做过，刚刚打他也是另有隐情，你信吗？她面色冰冷，嗤笑：“没做过？那你就是说宋婉诬陷你？不可能，她生性善良，最是温顺，反倒是你处处相逼，最是有心机。我已是忍无可忍，今日你要么给宋婉跪下道歉，否则就去刑部蹲大牢。”我忽然笑了，笑得眼泪都落下来。你疯了！他死死拧着眉。我抹了一把脸，笑得难得灿烂。没错，我是疯了。从决定违背天道来救他的那一刻，我就疯了。他要抓我，好。我转身大步向府衙捕快的方向走去。那等畅快而毫不犹豫的样子，让谢青燕蓦地握紧了拳，心中生出一股烦躁。还不拿下这罪妇！听着他的冰冷的语调，我认命地闭上了眼，却不受控制的想到15年前穿到这个朝代的第一晚，那时我不顾系统的劝诫，从城南的破庙中把高烧不退的谢青燕救了出来。
6岁的他骨瘦如柴，紧紧握着我的手，眉眼满是冰霜和金黄。姐姐帮帮我！我将他带回了府，这一帮就是15年。我倾尽所有心血，助他平步青云，日月殚精竭虑。可落在他眼里却是有心机有手段，比不得宋婉纯洁善良，多可笑！县衙的大牢里灯火通明，我被绑在十字架上，面前坐着一个面目严肃的刑官，摆满了上百种刑具。他呸了一口茶，谢大人说了，只要你肯认罪，就放了你。我没理会，而是侧头看着那狭窄的木窗中透出的晨光。系统，就是今天了吧？暴毙而亡是什么样子啊？会不会很丑？七窍流血，确实不好看。我眼睛耷拉下来，笑容有些勉强。是吗？还好没人会看见，死在刑部大牢里，一张草席扔去乱葬岗也好。来人，醒醒！官爷，谢大人说了不动刑，滚开！刑官一脚踹开他，晃了晃手里的银锭子。知道这是什么吗？宋女官说了，严刑拷问。一名狱卒应声而上，手中拿着带着倒刺的鞭子。夫人，对不住了。啪！鞭子狠狠落在我肩上，带起一片撕裂的血肉。我脸色一白，被那瞬间炸开的剧痛死死碾过全身。啪！又是一鞭，豆大的汗珠落下来，我全身止不住的颤抖，一枚玉佩掉在地上，摔得4分5裂。那是谢青燕和我的定情信物，她说以此玉佩为证，此生定不负江路眠。啪！第3鞭落在我脸上，鲜血模糊了眼睛，我喷出一口黑血，染红了满身的衣襟，也溅到了那残缺的玉佩上。宿主生命值急剧下降。官爷，黑血，他是不是中毒了？狱卒吃了一惊，若是中了毒，再打上几鞭子，怕是要活活打死。到时候谢青燕还不杀了他？中毒。刑官走近端详了一下我惨白狼狈的脸，随即冷哼一声：蠢货！谢神医医术高明，若是自家夫人中毒了，怎么会不知道？还不赶紧打！狱卒犹豫了一下，又从托盘中拿出撒子，他粗暴地将我的手指一根根塞进撒子的孔中，然后用力一拉。啊！一声撕心裂肺的悲鸣回荡在阴湿的刑部大牢里，我嘴里溢出更多的黑血，像是要把5脏6腑里所有的血都吐出来。宿主，坚持一下，马上就到时间了。我眼前已经模糊，耳边只剩尖锐的耳鸣，五感已经彻底麻木。我感到死亡正在向我逼近。好了，别让他晕死过去，我还有话要和他说。宋婉高傲的声音响起，我被扔进牢房里，费力地抬起眼，宋婉提着一个盒子蹲在我身前。嫂嫂，怎么这么狼狈？她穿着宫中女官的衣服，腰间还挂着皇后宫中的令牌。宋婉，以你的医术，根本不足以给皇后看诊。无论谢青燕怎样，宋婉怎样，皇后总是无辜的。可宋婉只是嗤笑一声。那又怎样？是师兄极力在皇上面前做的保。我愣愣抬头。谢青燕。是啊，师兄说我给皇后治过病，以后史书工笔都会有我宋婉之名。明日过后，我与他的名字会并列在大夏的功德簿上，名垂千古，流芳百世。他说不能聘我为妻，如此也算永恒。一声低笑蓦然在死寂的牢房中响起，我闭上了眼。原来他为宋婉作保是为了这个。好，我无话可说。宋婉哼着愉悦的曲调，打开那木盒子。我以为你吃了毒药，死了婢女就能安分些，可现在看来，你还是死了最让我安心。几只硕大的黑鼠从盒子里逃窜而出，行为疯癫，四处啃咬，更有几只直接窜到了我身上，那是得了疫病的老鼠。宋婉退出去，锁紧牢房的门。嫂嫂，你好好享受。一只老鼠猛地咬在我手指上，紧接着越来越多的老鼠蜂拥而上，我早已无力躲闪，蜷缩在一个狭窄的角落里，眼神渐渐涣散。警告！警告！宿主生命值即将归零。我手指动了一下，嘴角噙起一抹释然的笑，终于要离开了。系统，顺便帮我清除所有记忆吧。我再也不愿想起他了。生命值归零，脱离本世界倒计时，10、9。牢房外传来一阵声响，8、7，脚步声和交谈声渐渐逼近。6。谢大人，您怎么来了？5、4。我不能来。江路眠在哪？他认错了没？谢青燕嗓音清冷，语调有些沉。这都一夜了，再大的气性，他也该低头了吧？3。我的手无力地垂下，彻底倒在一地血泊中，七窍流血。2、1。呼吸骤停。叮！恭喜宿主脱离本世界成功，已为您清除全部记忆。您说，夫人。狱卒眼神慌乱。谢青燕皱眉。怎么？难道他还没乖乖认错？这个，不如您明日再来。他心里慌极了。江路眠如今被扔在牢房里，浑身是伤，若是让谢青燕看见，他恐怕要遭殃。好歹等他给他换件外衫啊！可这副顾左右而言其他的模样，落在谢青燕眼里，就是江路眠死不认罪、态度恶劣的表现。他冷哼一声：不必了，他既然拒不认错，也不必待在这里浪费时间了。我自带回去好好管教。言罢，谢青燕就迈步向牢房深处走去。
狱卒猛地瞪大眼睛，3步并作2步跟上去，张开双手拦住他。谢大人，谢清燕剑眉缓缓蹙起，也觉察出不对劲来。你拦着我干什么？我昨日说的是让江路眠在这里反省一下，并非真的要把他论罪判处。难不成你们对他动了刑？没有。狱卒矢口否认。那你拦着我干什么？让开！谢清燕眼看就要绕过他，推开牢房的门。就在这时，师兄，宋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谢清燕脚步一顿，回头，阿婉，你怎么来这里了？宋婉挽上他的手臂，嘟着嘴撒娇。我今日午后就要去宫里了，师兄也不说来送送我，你是不是不宠爱阿婉了？他话说的娇软，眼角的泪珠要掉不掉的挂在睫毛上。谢清燕眉眼松动，无奈的叹了口气。怎么会？师兄最宠爱的就是你了。我是先把陆眠接回府中，再去太医署送你进宫的。嫂嫂在这里，又不会有人对她无缘无故动刑，肯定没事的。师兄，你就先去送我吧。谢清燕的眼神在宋婉和不远处的牢房之间游移了一下。是啊，谢大人，我们等下就把令夫人好好送回府中，您就放心吧。好吧。他颔首，跟着宋婉出了牢房，去了太医署。午后宫门前，谢清燕替宋婉理了理衣裳，神色凝重地嘱托道：到了宫中要谨守本分，给皇后娘娘诊治要万分小心，切不可行冒险之举。宋婉表面乖巧的点点头，心里却不以为意。皇后无非就是犯了头疾，常年头疼的毛病了。她按照谢清燕教她的方法，随便施上几针就能治好。宋女官跟咱家来吧，娘娘还等着呢。公公皱眉催促，宋婉只得撒开谢清燕的袖子。师兄，那我进去了，等我的好消息。去吧。谢清燕颔首，宠溺的笑笑。宋婉蹦蹦跳跳入了宫门，那份跳脱灵动、不拘礼数和皇家的森严肃穆格格不入。谢清燕不受控制的想起5年前我和她一起入宫接受陛下嘉奖的样子。她穿着一身端庄而娴雅的绯色长裙，云鬓高高竖起，举止得体，言语合宜，备受皇上皇后夸赞。若进宫看诊的人是她，一定比宋婉要更加合适。思及此，她转身上了轿子，吩咐车夫赶快回府。昨日闹得那样大，也不知江路眠是否真的生了他的气。路过一家首饰铺子时，谢清燕叫了停，下车买了一根玉色的簪子。大人，您眼光真好，但您之前不是爱送夫人俏皮的步摇吗？车夫问，他笑笑没说话。江路眠生得美，戴什么都合适，俏皮的步摇是他喜欢的。可这几日他打扮的素雅，他也觉得别有一番风味，更添了几分清冷娴雅的感觉。1刻钟后，轿子在谢府门前停下，谢清燕掀起帘子下了车，还没进门就感到一丝异样。府门外守着的小厮都不见了踪影，里里外外一片死寂，不见一个人影。他皱眉，将那根易碎的玉簪揣在怀里，大步走进去。人呢？他沉下容色，一路走到内院，迎面撞见神色慌张、一脸惨白的王管家。大人，一见谢清燕，他就大惊失色地跪在地上，止不住地磕着头，浑身抖如筛糠。怎么了？谢清燕内心骤然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王管家哆哆嗦嗦地直起身子。夫人她……夫人，陆眠怎么了？他难道还在耍脾气？想起这些日子江路眠反常的表现，死寂的眼神，谢清燕心底咯噔一声。难不成江路眠要与他和离？绝对不行。他扶开身前的人，向内室走去，脚步有些慌乱。陆眠，无人应答。屋内只隐隐约约传来几声低低的抽泣声，那哭声杂乱，不是一人，却格外悲痛。他猛地推开门，宋婉等候在凤仪宫的偏殿。他虽神情恭敬，可那双眼珠却始终不安分，地转来转去，东张西望着这富贵和奢华。皇后身边的掌事宫女阅人无数，见此微不可察地蹙了蹙眉。她垂下眉眼，进了内室，跪在脚踏上，放轻声音：“娘娘，奴婢瞧那宋医女行为跳脱，不是个谨慎守礼的，不然咱们还是让张院正来为您诊治吧。”皇后神色倦怠，一只手支在发髻侧边。张院正左右不过是那些方子，本宫喝的脸都苦了也不见效。谢神医极力为宋婉作保，说他医术高明，且他又是太医署10次比试的魁首，想必是有几分本事在的。去准备一下，让他进来吧。掌事宫女抿了抿唇，是娘娘。1刻钟后，宋婉跪坐在皇后的凤榻上，从木盒中拿出一排银针，只是那双手却有些微不可察的发抖。皇后那双淡然的眼眸在她脸上扫了一眼，宋婉心脏都要跳出嗓子眼。宋医女，掌事宫女忽然出声，惊得她指尖一颤。皇后娘娘仁厚，却被头疾困扰多年，你若能施针为娘娘缓解1二，定有重赏。她语气并无不妥，也毫无威胁之意。可宋婉一颗心却越悬越高，治得好功名利禄，平步青云。那治不好呢？宋
宋婉不敢再想下去，他拿出一根银针，在脑海中仔细回想着谢清燕教他的要领，施针要缓而有力，下手要准又快。是的，他其实医术并不精湛，当年能进太医署，也只是侥幸沾了谢清燕的光。5年来，又常常被他提携照顾，故而有了些名气。当时自告奋勇给皇后诊治，也只是因为想要在谢清燕心里压过我一头。他不甘心就这样和他仅仅停留在师兄妹的关系，他想当他的妻子。师兄的心上人明明是他宋婉，只要他能做出一番成就，再把我从他身旁剔除掉。思及此，宋婉眼底划过一丝狰狞和戾气，他下手猛地一重，一时不慎，竟将那银针狠狠怼进了皇后的天灵穴中。瞬间，皇后的眉眼蹙在了一起，脸上染上一层薄怒，反射性就要睁开眼睛。宋婉心头大骇，慌乱之下，竟将旁边的另一根银针也向下推了几寸。皇后神情挣扎了几下，彻底晕死过去。宋婉吓坏了，她完全不知道如何补救，又因为害怕责罚，急忙施针补救，可偏偏越做越错，直到无力回天。宋婉，你干了什么？看到皇后铁青的脸色，掌事宫女尖叫一声，扑到皇后身旁。娘娘，您怎么了？快传太医。谢清燕推开门后，屋内的低气声一滞，念婉提着衣裙小跑着过来，扑通一声跪在她脚边。大人，您终于回来了。她眼睛肿得像核桃，身上还沾着大量的不明的黑红色血迹。你身上这是什么？夫人她……绵绵中毒了。她慌了神色，疾步向内室走去。陆绵，掀开床帘，看见一张清白的、毫无血色和生机的一张脸。绵绵，她干涩的嗓音带着一丝颤抖。他几乎是什么也不顾地跪在我床头，攥紧我干瘦苍白的手指。好冰，是那种他最熟悉的死尸才会有的温度。咕咚，他吞了一下口水，颤着眼睫，怔怔看着这个和他朝夕相伴15年、同床共枕上千个日夜的他深爱的女人。我静静躺在床上，压结紧闭着，遮住了那双总是笑盈盈看着他的杏眸。我的脸色很白，嘴唇也没有一丝血色，娇嫩的皮肤上横亘着一道巨大的狰狞的鞭伤，一刀斩断了所有生机，变得死寂又空洞。谢清燕颤着手去摸我的脸，绵绵，她摸上我带着血痂的耳朵，心脏像是被1万根毒针狠狠扎了进去，又反复拔出，胡乱划成了碎片。宿主他好像很难过。我的魂体漂浮在空中，垂眸静静看着下方伏在床榻上哭得几乎断了气的男人，只是那双漂亮的眼睛中再提不起一丝情绪。走吧，系统。穿越系统通道太过火爆，我排了半天的队，现在终于叫到我的号了。就在我踏入那扇门的前1秒，谢清燕如有感应一般，猛地回头看向上方。绵绵，可那里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他怀里这个已经彻底没了呼吸的女人。江陆眠死了，我再也不会睁开眼睛笑吟吟地喊他一声夫君了，也不会永远在每个带着寒风的清晨都为他披上我亲手缝制的大氅了，更不会再对他撒娇赌气耍小性子了。这个念头出现在他脑海里的一瞬间，谢清燕眼前变得模糊不清，耳边念婉的低声哭泣也变成了尖锐的嗡鸣。他把脸贴在我冰凉的颈窝上，喉咙里发出模糊不清的呜咽。再抬起头时，谢清燕的眼底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红血丝。昨晚刑部大牢里，我要知道绵绵身上的伤。他的语气很淡，周身的戾气却让丫鬟压抑着哭声惶惶然跪了一地。王管家吓得冷汗津津，哆嗦着领命跑了出去。谢清燕把江陆眠轻轻放在榻上，像是在对待什么稀世珍宝。他像是着了魔一样，在他的额头上落下一吻，又从袖口中拿出帕子，仔仔细细把他脸上的血迹擦拭干净，目光凝在他嘴角的黑血上。谢清燕才像回过神一般，用手指轻轻捻下来一点，颤着呼吸闻了闻，这是千机饮。他的眼睫剧烈一颤，怎么会是千机饮？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他中了千机饮？千机饮是一种极为罕见歹毒的慢性毒药，中毒的人每天都会经历抽筋拔骨般的痛苦和折磨。这种毒药见效慢，但极其折磨人。看我的症状，应该是已经中毒很长时间了。他竟然完全不知道。谢清燕死死攥紧拳头，心中燃起滔天的怒火。他大步走向书房，翻找出太医署的登记册。千机饮不仅阴毒，也极为罕见，故而太医署早在6年前便将此药尽数搜查出来，放入机密库中严加看管。虽说散落在民间的千机饮也或许有，但我中的毒剂量这么大，下毒的人大概率是从太医署拿的毒药。他找出近段时间进出机密库的名单，翻看一番，只有一个人的名字，几乎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去一次机密库。宋婉，这个名字像一根尖刺一样，死死扎进谢清燕心里。他忽然想起那天听云跪在地上喊的那句话：大人，每次宋婉姑娘给夫人诊治完，夫人都会吐血不断，生不如死啊。当时他只以为那丫头是为了替江陆眠出气胡诌，可现在他忽然不知道他说的话是真是假了。如果听云说的话是真的，
那岂不是在这5年的时间里，宋婉每次给江路眠诊治，都在暗暗给他下毒？怎么可能？他眼底一片血红，想起宋婉那双天真无邪的眼眸，俏皮灵动的样子，一种巨大的荒谬感将他死死笼罩。宋婉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绝不可能！就在这时，一个人影猛地被推倒在他面前。王管家动作迅速，很快就把那刑部大牢中的狱卒带到了他面前。还没等谢清燕询问，他便就像倒豆子一样把事情的实情交代了出来。大人恕罪，谢大人饶命，不是我要对夫人动刑的，是宋婉姑娘啊。这句话像一道惊雷在谢清燕脑海里炸响，他死死盯着眼前这个不断磕着头的神情慌张的狱卒。理智告诉他，他说的话或许真的是确切的，可是他却怎样都不想相信。宋婉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他和江路眠无冤无仇，如果说有什么矛盾，也应该是江路眠事先针对他，为难他。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他以为骄纵善妒的江路眠是那个被下毒被殴打的？为什么他认为是天真无邪的无甚心机的宋婉是那个下毒害别人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人？院内忽然传来一阵喧闹，一队御林军鱼贯而入，围住了谢府内外。他抬起眼，只见皇帝身边御前侍卫总领汪顺带着佩刀，冷脸走了进来。谢大人，陛下召你入宫，跟我们走一趟吧。谢清燕缓缓回头，嗓音沙哑的像是被钝刀片割过一样。陛下恕罪，能否让臣先安顿好内子的后事？他身形摇晃，再也看不出往日的意气风发，清冷俊秀。你夫人的后事，谢大人，这次怕是要连你满门都要被抄斩了。金銮殿内，谢清燕跪在巍峨的汉白玉台阶之下，脑子还嗡嗡作响，满门抄斩。冷汗一滴又一滴的落下来，砸在冰冷的砖石上，四分五裂。他实在想不出来自己做了多大的错事，才会让陛下如此震怒。皇上驾到！随着一声唱喝，一道明黄色的身影在太监的搀扶下落坐在龙椅上。谢清燕浑身一震，叩首：“微臣参见陛下，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次一向对他和颜悦色的帝王，却没有亲切地将他唤起来。他保持着叩首的姿势，直到身子僵硬，直到冷汗津津。谢清燕，皇上的嗓音中似乎包含着无尽的疲惫和哀痛。微臣在。朕问你，医者最应该铭记于心的，应该是什么？人心众生，悬壶济世。谢清燕几乎是想也不想就回答。那你怎么敢让你的好师妹故意对皇后施毒针的？高台上的皇帝大吼，一个珐琅茶杯直冲他的头砸过来，谢清燕却连躲也不敢躲，被砸了个头破血流。然而还没等他开口，一个被打得不成人形的人就被扔到了他面前。陛下，陛下饶命啊！都是谢清燕让我这样做的。他说只要我施针让皇后的病更重一点，到时候他再出手治好皇后，他就能代替张院正成为太医署之首啊！陛下明鉴啊！谢清燕不可置信地盯着地上那个血人，一时竟什么也说不出来。那满身伤痕的人不是宋婉又是谁？谢清燕，你还有什么话说？就因为你的私心，朕的皇后轰了。一声惊雷在他脑海中炸响。皇后死了，宋婉口口声声说是受他指使才给皇后施了毒针。怎么会这样？他像是听到了他的话，发疯般的扑上来。谢清燕，我的针法都是按照你教我的做的，是你害了皇后，是你心怀不轨，罪该万死。谢清燕躲闪不得，被他死死攥住衣角。他看着眼前这个状似疯癫，为了活命把所有罪责都推在他身上的女人，心头巨震，先是无比的惊讶，而后从心底喷薄而出巨大的愤怒。宋婉这个他无比信任、无比溺爱的女人，在惹出祸事的第一反应，居然是将所有的罪责都推到他身上。他紧紧盯着他沾满血迹的脸，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好像从来都没有真正认识过他。御林军很快上前将他压在地上，脸抵在冰冷刺骨的汉白玉台阶上。把这2个罪人关进天牢，明日问斩。宋婉闻言惊惶的尖叫一声：“陛下，陛下饶命啊！臣都是受人指使啊！该死的人是谢清燕。”他本以为把所有的事都推到谢清燕身上，自己就能逃过一死，可他低估了帝王的愤怒。天子一怒，伏尸百万，宁可错杀，也绝不容放过。他跪在地上，像个丧家之犬那样求饶，得到的却只是御林军无情的拔剑相向。天牢中，宋婉和谢清燕被关在死刑犯的牢房，仅一墙之隔。他靠在潮湿阴暗的墙上，怔怔看着上方那个高高的、极狭窄的木窗，几缕霞光从中透出来，却根本驱不散牢房里的冰寒。他想起了我，6年前我们一起去昆仑雪山采天山雪莲，遭了雪灾，我将他从雪窝里推了出去，自己却被雪浪彻底卷了进去。他找到我时，我已经在里面困了一整夜，眉眼满是冰霜，浑身冻得青紫，呼吸都几乎停止。他吓坏了，将我背出来，用自己的血给我喂药，又将我紧紧抱在怀里，暖了4、5个时辰。
我的眼皮终于颤了一下，缓缓睁开了眼睛。阿燕，他只觉得听到的是天籁，又哭又笑的跪在原地吻我的额头。从那之后，我就落下了不能受寒的病根。可是后来呢？谢青燕从袖口里拿出那枚鸳鸯玉佩，细细放在手心摩挲。后来，他亲手把我送到了牢房中，只为逼我给宋婉道歉，最终给了别人伤害我的机会。他紧紧闭上眼，双手痛苦地抱住头。怎么会这样？怎么就成了这样？谢青燕从地上踉跄着爬起来，双手死死扒住面前的2根栅栏。宋婉，滚出来！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伤害绵绵？他像一头发狂的野兽，一遍又一遍的不甘心的嘶吼着，但不是为了要一个答案，而是在愤恨这一切的发生。宋婉的牢房中始终死寂一片，听不到任何声音。一时之间，周围只剩下他粗重的、急促的喘息声。谢青燕狠狠踹了一脚牢房的门，眼底充满了密密麻麻的红血丝。你想知道为什么？嘶哑的女声传来。谢青燕猛地抬眼，紧紧盯着眼前披头散发的女人。宋婉竟然出奇的平静下来，她合上眼没有看他。因为从一开始我就只是想利用你进到太医署。他嗤笑一声，嗓音有些嘶哑。可是江陆眠那个贱人居然屡次阻挠我。师兄，你说我这么对他有错吗？他挡了我的路，我杀了他，有错吗？谢青燕袖口中的拳头缓缓攥紧，她蓦然失笑，笑得直不起腰，笑得涕泪横流。宋婉，你说你孤苦无依，说你一个人来长安，你害怕？他第一次见宋婉时，他一个人被那些登徒子逼得跳了崖，被他捡了回来。偶然发现他会医术，就去寻了师傅，也将他收入师门，成了他的小师妹。原来那些天真活泼都是假象，自私无耻才是真面目。原来我不止一次的让他远离宋婉是对的。原来那阴毒的千机银真的是宋婉一早就给我下了的。不仅如此，他甚至还屡次加害于我。偏偏他对他的所作所为都还一直在姑息，一直在纵容，一直在轻信。是他一次次把我的好意提醒当作是善妒跋扈的表现，是他把那把害死我的刀亲手递给了宋婉，也是他一次次的为了替宋婉讨个公道，将我一次次推上了绝路。当年我就应该让你死在悬崖底下，也不至于今日救回一个忘恩负义、卑鄙无耻的毒蛇。他的嗓音冷如寒冰，眼底满是厌恶。宋婉却丝毫不恼，她静静地躺在肮脏的地面上，眼神空洞，再没了光彩。谢青燕，我只是想要活下去而已。你顺遂了一辈子，自然不知道活下去。有时候对有些人来说，就意味着一切。所以一旦有任何的机会，我都会不顾一切地抓住。顺遂了一辈子，谢青燕的眼神在这一刻有些恍惚。她这一生确实非常顺遂。年幼的时候被公主看中，她誓死不从，公主就要将她的双腿打断，关在公主府里当禁臠。被江陆眠救下来之后，她就被他带到了国公府之中。她几乎是用了全部的心血和精力，将她托举上了那登天的青云梯。那些珍稀的草药，医术高超的夫子，失传已久的医书古籍，她总能替他寻来。无论发生多大的事，遇到多坎坷的经历，她都一直在他背后支持他。甚至在他在城郊的疫区给染病的百姓医治的时候，他都会默默跟在他身边，不离不弃。可是他怎么就把他弄丢了呢？江陆眠就那样脸色苍白地躺在榻上，再也不会睁开眼睛看他一眼，再也不会对他笑，再也不会了。他死了。谢青燕闭上眼，遮住了那一片死寂和绝望。第二天刑官来提审的时候，看见的就是2具尸体，一男一女。男尸躺在牢房的正中央，眼角到鬓发之间残留着些许泪痕，神情痛苦而颓然。而那名女尸七窍流血，眼球死死向外突出，10个手指死死扣在地面上，指甲盖血淋淋地翻出来，明显是中毒的迹象。正是谢青燕和宋婉。狱卒慌慌张张报告了刑部尚书，并找来仵作来验尸。这2名死囚犯都是今日要送上断头台斩首示众的，如今还没行刑就死在了牢房里。他怎么向陛下和死去的皇后交代？仵作很快匆匆赶来，打开宋婉的牢房，仔细查验一番。启禀大人，这女囚是中了断肠散，此毒无药可解，从中毒到暴毙不过几个呼吸之间。昨晚并无人来探监，这女囚是被谁毒害？难不成是畏罪自杀？仵作又走到谢青燕的尸体旁边，查验了她的周身，最终在她的袖口处发现了断肠散的痕迹。大人，此囚犯应该是毒杀了一门之隔的女囚之后又自杀，故而2者都在行刑之前殒命。微臣已仔细查验过，并无假死迹象。谢青燕和宋婉皆已殒命。刑部尚书皱了皱眉，眼底划过一丝烦躁。这2名死囚害死了皇后，本该上断头台斩首示众，如今却在牢房里就早早死了，让他怎么和陛下交差？思索过后，他深吸一口气，拉去乱葬岗吧。砰砰砰！绵绵，江陆眠，臭妮子，快醒醒！研究生报到第1天就迟到。谢青燕猛地睁开眼睛，她刚刚听到的声音是江陆眠。知道了，妈妈，别敲了。我猛地掀开被子，在床上胡乱扭动一下，烦躁地捂住头。
头好痛，早知道昨晚不熬夜看了。我把床头的放着的大夏人物传记合住，装进书包里。我穿上毛茸茸的兔子拖鞋，晕乎乎的走进浴室。我打开水龙头，把温热的清水扑脸上，好舒服。脑子怎么这么晕？昨晚看的书上那个神医的下场好可惜哦。洗漱完，我飞快地推开门，拿起餐桌上的三明治塞进嘴里。妈咪，今天我不想坐车去，我骑自行车。哎，你拿上录取通知书没？拿上啦。我拖长着声音回答，两条腿蹬得飞快。谢青燕震惊地看着我从她身边经过，慌慌张张伸出手。绵绵，她没死，江路眠没死，她还活着。谢青燕心底一阵狂喜，想要拦住她，把心底的悔恨和歉意都告诉她。然而就在她即将触碰到她的衣角的前一刻，她的指尖竟然直从她的身上传了过去，什么也没抓到。我毫无所知，迎着温暖的春风向金华大学的方向驶去。谢青燕怔在原地，垂眸看向自己透明的双手。又一阵风吹过，将一片叶子吹落。他下意识伸出手去抓，却也抓了个空。他忽然意识到，他已经死了。现在的他仅仅是一缕魂体。他尝试着开口去呼喊他的名字，却发现自己连声音也发不出来。谢青燕茫然地站在原地，看着江路眠骑着自行车消失在街角，一股深深的绝望和无力感将他死死笼罩。我还活着，但他已经死了。他试图移动身体，发现自己竟然可以漂浮起来，跟随着他的方向前行。周围的街景陌生而古怪。路面是平坦的、开阔的，还有奇形怪状的铁盒子在路上飞快穿梭。路旁耸立着他从未见过的高大建筑，人们穿着怪异的服饰匆匆走过。这是什么地方？绵绵怎么会在这里？他蹙眉环顾四周，他跟着我来到了金华大学，沉默地跟在我的身后。他看着我停好自行车，背着书包走进校园，与同学们谈笑风生。我的脸上没有前世病痛折磨的苍白，没有那些被他伤害后的绝望，只有属于青春的光彩和活力。谢青燕一直跟着我，尝试着一切能引起我注意的方法。她的存在是那么的无力，和真实的我之间永远都隔着一层厚厚的墙。就连我忙完新生报到，去图书馆的路上不小心被石子绊了一下，她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什么也做不了。绵绵，你痛不痛？她看着我腿上的擦伤，焦急地在我身边转来转去。我轻轻吸着气，自己站起来，一瘸一拐地向医务室走去。同学，要帮忙吗？我闻声回头，看到一个抱着书、穿着白衬衫、面容清倦温和的男人。顾师兄，你怎么在金华？我以为上次过年去拜访师傅的时候，师妹记住了我在哪所学校任教。男人揶揄地挑起眉毛。不好意思啊，师兄。走吧，我先送你去医务室包扎。我笑着了一声，任由顾清月搀扶着我的手臂向前走去。可这一幕落在一旁的谢青燕眼底，却是那么的刺眼。她盯着我，眼底泛起的亲昵，盯着我们交握的双手，一股要发疯的怒火从内心升起。她想要冲上去推开那个男人，想要告诉江路眠他错了，想要挽回一切，但她什么也做不了。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走进医务室，看着顾清月陪着我消毒包扎，看着我对他露出感激而温暖的笑容。谢谢师兄，不然我今天可要遭罪了。江路眠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顾清月把他送回在校外的房子，记得保持伤口干燥，这几天要按时换药，少走动。不过刚开学，课比较少，也耽误不了什么。对了，你是历史系的新生？是，我修的是古代史，最近在看大夏的历史。好，师妹，有时间一起交流一下。我笑着点头，挥手和他告别。回到家中，我悠闲地吃了点东西，简单的洗漱了一下，之后就坐在沙发上，拿出那本《大夏人物传记》，翻到放着书签的地方。我惊讶地揉了揉眼睛，神医谢青燕的传记怎么变了？我匆匆翻到前面人物生平的部分，一目十行地扫过去，秀眉却越蹙越深。这一段是怎么回事？谢青燕不是8岁的时候被打断了腿，然后抓进公主府当了5年的男宠吗？还有这里，她居然在遇见宋婉之前就已经娶妻了。她弱冠之时正好处于仕途的困顿之中，怎么会早早就娶妻了？仕途……我又很快翻到前面，仔细阅读。这下我更震惊了。什么意思？谢青燕的仕途居然一帆风顺，早早就进了太医署，还得到了皇帝的赏识。她不是一直在外坎坷游历，一直到30岁才阴差阳错进了太医署，还没等名扬天下就被师妹宋婉连累惨死断头台吗？我又翻到最后的结局。难道现在虽然结局都是被宋婉连累，但是前面的人生轨迹完全改变了啊？难道是我昨晚睡得太晚，记错了？我摇了摇头，合上书。算了，今天不看了，先去睡觉。卧室的门轻轻关上，谢青燕却站在原地。听完我的话，她整个人像是被雷击中了。绵绵口中所说的神医谢青燕，
难道是他？那本书上记载的人物是他？他猛地冲到那本大夏人物传记前，一字一句的阅读。夜色浓重，一缕魂体佝偻在客厅的角落。那本书已经被他翻来覆去读了10几遍，每一个字都像淬了毒的银针，细细密密扎进他早已溃烂的心口。谢清燕，大夏开国以来最年轻的神医，少时贫寒，6岁丧父，7岁丧母，流落街头。8岁被公主看中，强纳为禁鸾不从，将施以断腿之刑。一缕金光忽然出现，将原本的文字划掉，取而代之是一行新的历史。8岁被国公之女救回，悉心照顾。谢清燕的指尖剧烈颤抖，魂体几乎维持不住。他继续往下读。谢清燕少时寄居国公府，却被继母小妾屡次刁难，曾当众掌国，罚跪冰湖。又一行金光划痕。谢清燕受国公府庇佑，仕途顺遂，平步青云。他闭了闭眼，嗓子里发出一声极重的呜咽。原来是这样，竟然是这样。江路眠是从1000年之后穿越回去的，是他改变了他前半生困厄痛苦的经历，免去他一切烦忧。他记得的，他为了护着他，被国公爷罚跪了祠堂，寒风从破损的窗棂灌进来。他躲在门后，看着那道小小的身影跪得笔直。那时候他不过8岁，比他还要小2岁。他跪了一夜，烧了一夜。第2日他熬了姜汤端过去，他烧得脸颊通红，却还对着他笑。阿燕，我没事。他问他为什么要为他做这些，他想了很久，最终只说了一句：因为你喊我姐姐啊。因为你这辈子太苦了，所以我就违背天道，穿越1000年来救你了。谢清燕把脸埋进双手，胸膛剧烈的抽搐。他终于读懂了他没说出口的话。他继续翻到第37页。谢清燕年20入太医署，第2年师妹宋婉入署，天资卓绝，与谢清燕并称双璧。宋婉体弱，需玲珑针药调养。太医署每半年比试一次，谢清燕10次比试，9次故意输于宋婉，一时传为佳话。读到这一段时，那金光披住的笔记变得潦草，有几处甚至被水渍阴花。10次，他故意输的。他给宋婉喂了9服针药。他说他身子骨比我康健，再多等半年也无妨。5年了，我的病是救他，被天道反噬的。他不知道，最后一行金光几乎要划破纸页，最后金光忽明忽灭，将前面失控所写的一切都尽数抹去，只留下一句：其妻将逝，因病早逝。谢清燕捧着书的手开始发抖。他想起那天在太医署，宋婉问他为什么要每次都把别人赢过，再读书给他。他自小陪我在外治病救人，风吹日晒的，身子骨比你康健，再多等半年也无妨。康健吗？他想起他苍白的脸色，日渐消瘦的身子，还有听云所说的不断咳血。原来那场怪病是天道反噬，是他为了救他用自己的命换来的。他从来没有告诉他，从来没有。他想起那日江路眠跪在太医署门口，对着那些砸向他的石头和烂菜叶，一句辩白都没有。他只是垂着眼睛，默默忍受着一切。谢清燕缓缓合上书。15年里，他从来没有读懂过他为他做的事情。他顶撞公主是为了救他，他推庶母入湖是为了护他，他所有的骄纵，所有的跋扈，所有被人诟病的悍妒，全都是为了他。而他却说：你一向骄纵善妒，你怎么这么恶毒阴险？宋婉生性善良，最是温顺，反倒是你处处相逼。谢清燕把额头抵在冰冷的书脊上，肩膀剧烈颤抖。他知道了，他全都知道了。第2天清晨，我推开门，伸了个懒腰，神情艳足，睡得好舒服。我打开冰箱，拿了盒牛奶，又切了2片吐司。晨光从落地窗倾泻进来，在我乌黑的发顶镀了一层柔软的金边。谢清燕站在玄关处，静静的、认真的看着我。她活着，她还在呼吸，还会笑，还会在吃到好吃的东西时眯起眼睛，这就够了。她不敢奢求更多，她只想这样看着他，永远看着他，哪怕他不再记得他。我吃完早餐，背上书包准备出门。然而经过玄关时，我的脚步忽然顿了一下，我蹙眉，回头看了一眼空无一人的客厅。奇怪，怎么总觉得有人在看我？谢清燕屏住呼吸，难道她要发现了？可下一秒我没有再停留，伸手推开门，骑着自行车消失在晨光里。她沉默了几瞬，寸步不离地跟在后面。金华大学历史系教学楼，我坐在第1排，托着腮听教授讲大夏史。大夏中期的医政制度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医学发展的一个高峰。这一时期涌现了许多名医，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谢清燕。我记笔记的笔尖顿了一下，教室里响起一阵低低的笑声。我没有笑，我低头看着笔记本上谢清燕3个字，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我好像很熟悉这个名字，不是从书上看来的那种熟悉，是更深的刻在骨头里的那种熟悉。可我明明从未见过他。坐在角落里的谢清燕，魂体极尽透明，她紧紧攥着拳，眼底划过一丝颓然。她听到了自己的名字，可她什么也做不了，她只能这样看着我，隔着生死的距离，隔着1000年的岁月，隔着
再也无法跨越的鸿沟。下课后，我没有去食堂，我一个人在校园里漫无目的的走着。初秋的风拂过湖面，带着微微的凉意。我站在湖边，低头看着自己的倒影。谢青燕就站在我身后，很近，近到如果她还活着，伸手就能碰到我的发梢。谢青燕，我忽然开口，她的魂体剧烈一颤。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你？我转过身，对着空无一人的湖畔轻声说。谢青燕眼睫一颤，紧紧盯着我的眼睛，可那里面没有她。我忘了她干干净净，彻彻底底的。我抱着厚厚一摞资料去图书馆，上台阶的时候没踩稳，整个人往前栽去。小心！一双手稳稳接住了我，资料散了一地，但我没有摔着。顾师兄，你怎么在这儿？来图书馆借书，倒是你走路不看路。顾清月低头帮我捡散落的纸张，眉眼温和。想事情呢？想什么？想没什么。我顿了顿，又笑。顾清月把资料整理好递给我，没有追问，只是轻轻拍了拍我的肩，和我并肩前行。谢青燕站在不远处，神色冰冷地盯着那两道交织的影子。没过多久，谢青燕的魂体就开始受到震荡。她知道，若是再不去转世投胎，面临的可能就是魂飞魄散的结局。但她不舍得离开，她贪婪地看着我，一刻也不愿意移开目光。只要能留在我身边，无论让她付出什么代价，她都甘之如饴。我渐渐习惯了研究生的生活，我早睡早起，按时吃饭。周末会和朋友去逛书店和花市。谢青燕发觉我笑的时候很多，那种笑和前世不一样。前世的她笑容底下总是藏着小心翼翼的忧虑，对她最后结局的忧虑，还有对我的小心翼翼。她怕她嫌她骄纵，怕她觉得她不够温婉，怕她哪一天就不爱她了。可现在我的笑是从眼睛里透出来的，亮晶晶的，像雨后初霁的晴空。谢青燕看着这样的我，心底泛起一丝酸涩。原来她不是生来就爱哭闹的，是她把她逼成了那样。我和顾清月越走越近，她会陪我去图书馆，帮我修改论文，在我熬夜赶稿的时候给我带夜宵。他们谈论历史，谈论古籍，谈论那些消失在时间深处的故事。次年春天，我们在一起了，柳树抽了新芽，湖边的桃花开得正好。顾清月在图书馆门口等我，手里拿着一束极其精美的香槟玫瑰，是我喜欢的款式。陆眠，我们认识12年了。12年前，你第一次来师傅家过年，扎着2个小辫子，进门就喊师兄好。那时候我就想，这个小姑娘真好看。我低头看着那束花，心底有些触动。12年太长了，我怕我再不说，就没有机会了。他把花递到我面前。陆眠，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春风拂过湖面，拂过我微微颤抖的睫毛。我点了点头，周围的人群爆发出一阵欢呼声。谢青燕站在人群里，她的魂体已经透明到几乎看不见。她艰涩地扯了扯唇，却最终失败了。她应该高兴的，我终于得到了幸福，可她做不到。我结婚那天是个晴天，我穿着白色的婚纱，头发挽起来，露出光洁纤细的后颈。顾清月站在我身侧，低头听我说话，眉眼都是温柔的笑意。谢青燕坐在最后一排，没有人看得见她。婚礼进行曲响起，我挽着父亲的手臂走向红毯尽头。谢青燕看着我的背影。15年前，我也是这样走向她的，穿着大红的嫁衣，盖头底下是一张因为紧张而微微泛红的脸。她掀起盖头时，我不敢看她，睫毛低垂，像2片受惊的蝶翼。陆眠，我会对你好。我抬起头，眼眶里有泪光，却在笑。我知道，可他辜负了我。红毯那头，顾清月握住了我的手。牧师问：你愿意吗？我愿意。谢青燕闭上眼睛，她忽然想起很多年前，我问过她一个问题。那是在我们成婚后的第1个春天，我坐在廊下绣花，忽然抬起头，笑眯眯地看着她。阿燕，如果有下辈子，你还会娶我吗？她当时在看书，随口嗯了一声。是什么意思？是会还是不会？她放下书，看着我亮晶晶的眼睛。会。我满意了，低下头继续绣花。过了很久，她以为这个话题已经过去了。我忽然又开口，声音很轻。那我下辈子也不要别人，只要你。谢青燕睁开眼，红毯上的仪式已经结束，宾客开始用餐。我换了敬酒服，正在和顾清月一起给长辈敬酒。我笑得很开心，那双杏眼里满满都是顾清月。婚礼结束后，谢青燕独自留在空荡荡的宴会厅，她靠在最后一排的椅背上，仰头看着天花板。她想，这就是报应吧。他用了15年来爱她，用了一生的时间为她铺路，而他用了5年，把她的爱一点点消耗殆尽。他把她的提醒当成妒忌，把她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把她的担心当成无理取闹。他甚至亲手把她送进大牢，逼她给那个害死她的人道歉。江陆眠说的对，他不该救她的。我婚后的生活平静而幸福。2年后，我怀孕了，怀胎10月，孩子出生那天，我大出血。
谢清燕在产房外听着里面乱成一团，医生一个接一个的下达指令，那些他看不懂的仪器一个接一个的发出急促而尖锐的声音。他想冲进去救我，可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站在外面看着那扇紧闭的门。产房的门开了，医生出来说母子平安。顾清月握着我的手，眼眶通红。我虚弱的躺在病床上，怀里抱着小小的婴儿。我低头看着那张皱巴巴的小脸，轻轻笑了。宝宝，我是妈妈呀。谢清燕站在病房门口，她看着我，看着我怀里那个与她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忽然觉得很累。他跟着我3年了，3年里，他看着我从研究生变成妻子，从妻子变成母亲。我的人生没有他依然圆满。他一直欺骗自己，他之所以还留在这里，不是因为他舍不得我，是因为他还没有亲口对我说一声对不起。可我已经不记得了，我的记忆里，他只是一个书上的人物，一个遥远的、与我毫无关联的名字。他的对不起又说给谁听呢？我的孩子会走路了。那年春天，我带着他去公园放风筝，小小的孩童举着风筝跑，咯咯的笑。我跟在后面，裙角沾了草屑，头发被风吹乱。我停下来，低头整理裙摆。忽然，我抬起头，看着不远处的长椅，那里空无一人，可我却怔怔地看了很久。妈妈，你在看什么？没什么。我收回视线，摸了摸儿子的头。妈妈只是觉得那里好像有个人。什么人？一个很久以前认识的人。谢清燕坐在那张长椅上，阳光穿过她的魂体，在她身下落下一片虚无的阴影。她看着江路眠牵起儿子的手，慢慢走远。她张了张嘴，用尽全部的力气喊出那个名字。陆眠。风把这2个字吹散了，我没有听见。远处晚霞烧红了半边天。谢清燕靠在长椅上，看着天空由金变红，由红变紫。她的魂体开始消散，从指尖开始，一点一点化作透明的光粒，飘散在春风里。她想起那年我问她：阿燕，如果有下辈子，你还会娶我吗？会。她反悔了。如果有下辈子，她希望我不要再遇见他，希望我平平安安，长命百岁，希望有人疼她、爱她、护我一辈子。最后一缕光消散时，她看见我停下了脚步。我回头望向空无一人的长椅，风拂过我的发梢。我眨了眨眼睛，轻声说：阿燕。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里大雪纷飞，城南破庙。我推开那扇半朽的木门，看见一个瘦骨嶙峋的男孩蜷缩在角落里，发着高烧，满脸是泪。他攥着我的衣角，声音沙哑：姐姐，帮帮我。梦里的我蹲下身，握住他滚烫的手。好。我说了很多话，他却昏昏沉沉，什么也没听见。我叫江路眠，从1000年以后来。你以后会成为很厉害的神医，救很多人。有人要害你，我来帮你避开。你以后会遇见一个叫宋婉的女人，她会背叛你，会害死你。可是没关系，我会一直陪着你，直到你不需要我的那一天。梦醒了，我睁开眼睛，枕边湿了一片。我怔怔地躺了很久，窗外晨光熹微，鸟雀啾啾。顾清月还在睡，呼吸绵长，儿子的小床就在旁边，睡得四仰八叉。我轻轻起身，走到窗前，初春的风带着泥土的气息，吹动我的睡裙，轻轻关上了窗户。只是一场梦而已。